惊蛰与开门2月2，龙抬头。暮色里，小镇泥坪巷的僻静处，清瘦少年陈平安手持蜡烛与桃枝，照着房梁、墙壁敲打，口中念着祖辈老话：2月2，烛照梁，桃打墙，人间蛇虫无处藏。他爹娘早逝，自小在官窑做学徒，刚琢磨到烧瓷门道，小镇数十座窑炉却被官府一夜封停，匠人皆失生计。陈平安放下桃枝，坐在台阶上望星空。去年暮秋，只肯认他做半个徒弟的姚师傅，在竹椅上对着窑头方向离世。14岁的他被扫地出门，守着家徒四壁的老宅，去祁隆巷求打铁学徒被拒，老铁匠只斜瞥一眼便摇头。即便如此，他仍闭眼练习拉坯，每刻钟斗腕歇息。这是他独自琢磨的门道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墙头上突然传来刺耳笑声，邻居宋吉星咧嘴鄙夷，胆小如鼠，难怪寒门无贵子。这位前任监造大人的私生子，虽被弃养，仍带着婢女志归闲逛，土墙低矮，他偏要蹲在墙头说话。院门处，锦衣少年带着老者出现，抛来沉甸甸的袖带。今日多亏你，鲤鱼买的顺当，这是酬谢。未等陈平安开口，便转身离去。宋吉星跳下墙头，欲言又止。正月那条四脚蛇，我和志归下月离开。陈平安低声道：“路上小心，换来嗤笑，莫趁我走后偷东西。”夜里，硬板床吱呀作响，少年闭眼呢喃：“岁岁平，岁岁安。”天未亮，他已起床。烧瓷时养成的习惯，单薄被褥留不住暖意。穿街过巷，杏花巷铁锁井旁，妇人正搅动咕噜打水。相熟传来读书声，曾是他偷学的地方。螃蟹牌坊12根石柱上，当仁不让气冲斗牛等字斑驳。宋吉星说这是大学士方。刘宪阳笑他酸腐，吵得面红耳赤。东门栅栏外，7、8位陌生人等候，头戴高冠、腰悬绿玉佩的年轻人伸手推门，指尖将触及时猛然收回，笑眯眯望向陈平安。看门的中年光棍骂骂咧咧开门，收了小袖带后放行。有穿红袍的男孩对陈平安做挑衅口型，粉雕玉琢的女孩转头向魁梧老人告状，老人斜瞥一眼，他下意识后退半步。小王八蛋催命呢！光棍甩来一摞信封，陈平安伸手说好了1文钱1封，对方拍5枚铜钱在他手心，剩下的欠着。攥着铜钱，陈平安看外乡人分作几波走进小镇，有人默然，有人玩味，视线越过他望向深处，那里曾是官窑林立的地方，如今窑火全熄，只剩断壁残垣。他想起宋吉星没说完的话，四脚蛇额头隆起如角，总往他院子里钻。想起锦衣少年的袖带沉甸甸的，不知装着多少碎银。想起姚师傅临终前面对的窑头，如今只剩冷寂的砖土。泥坪巷的风掠过黄土院墙，志归拎水的木桶还在吱呀作响。远处相熟传来稀言自然的诵读声，混着老槐树的沙沙夜响。惊蛰已过，龙抬头的夜晚星子璀璨，而小镇的清晨正随着外乡人的脚步掀开新页。陈平安数着掌心的铜钱，忽然想起姚老头酒后的话：“咱们的瓷器是给皇帝皇后用的，旁人碰不得。可如今官窑没了，这些外乡人为何而来？是寻商机，还是另有图谋？”他不懂，只知攥紧铜钱，这是他今日的生计，是信差之路的开端。木门在身后吱呀关闭，少年望向东方渐亮的天际，单薄的衣衫裹着拉皮练出的筋骨。那些被桃枝敲打的墙缝，被烛光照亮的房梁，藏着小镇的秘辛，就像他未知的前路，在春寒料峭里，正等他一步步丈量。宋吉星说的倒春寒要来就来吧，他早已习惯了在冷风中奔跑，习惯了把岁岁平安嚼碎了，咽进肚子里，变成走下去的力气。